Hello，大家好，我是老严，咱们今天来讲牛市中最重要的仓位管理策略。首先，第一点就是不要满仓。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要喷了，这么好的行情，不要说不满仓了，不加杠杆都可惜。但是大家要考虑一下，自己是否有驾驭融资或者杠杆的能力。我举个例子，比如你买了某只股票后，过了几天，跌了10个点，那么这个时候是加仓还是减仓？在什么位置加，什么位置减？还是清仓？万一当前的股票不理想，怎么换其他更强势的股票，是吧？这是一套系统，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讲清楚的。所以能玩杠杆的，能玩融资的，那都是高手之中的高手，而且他有一定的资金量，可以承担失败后的风险。那有的朋友会说了，现在不是牛市的初期吗？我一把梭哈到一只股票上，不管它涨还是跌，我就是不卖，等到牛市快结束的时候一把再卖了，不挺好吗？这确实是很多人在牛市中常见的想法，尤其是看到牛市初期的上涨势头，很多人觉得只要锁住一只股票，长期捂着不动，等牛市结束的时候一次性卖出，理论上的确是应该赚不少。但是这种锁仓不动的策略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其中隐藏了很多潜在的风险和问题。那第一点，市场的波动可能会考验你心理的承受能力。越是这种市场情绪高涨的时候呢，风险它越大。即使是现在牛市初期，也没有人能100%说后续肯定会上涨，回调的波动都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随着现在市场情绪的变化，短期内可能出现大幅的回调，即使你一开始就决定死捂到底，但是当股价大幅回调的时候，账面上的亏损让你感到焦虑不安。不用回调太多，10%、20%，可能很多朋友都受不了。就算你告诉自己说我就是不卖，等它涨回来的时候我再卖，那心理压力还是没法避免的。特别是当回调的幅度比你的预期要大，甚至很长时间不反弹，别人的股票都已经涨停了，你现在坚持持有这个股票，那这个时候你的决心就会受到挑战。我举个例子，假如你的股票在牛市初期上涨的时候涨了40%，但是后来市场回调了，股价跌回了原来的水平，甚至比之前的股价还要低，这个时候你还能保持捂住股不动的心态吗？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会感到犹豫，担心市场是不是已经见顶了，是不是市场已经走坏了，大部分人就会在低点割肉。很多人会说你这个例子太极端了，牛市初期哪会有这么大回调，现在的价格基本上都是一些大机构的进货价，他们怎么可能打下去呢？确实很多朋友认为牛市初期的价格是大机构的进货价，现在市场上资金面充足，出现大幅回调的可能性很小，他们觉得捂住不动是个稳赚不赔的策略。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大的机构的操作思路和咱们普通散户完全不一样，很多操作的策略和方法可能大家想都无法想到。首先，大机构的资金它非常大，他们是不会说一口气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市场里边，相反的，他们更喜欢采用这个分批建仓、试探性建仓，特别是这个牛市的初期，他们会通过小幅度的拉升，先来看看市场的反应，而这种操作往往会伴随着短期的震荡还有回调，因为机构的目的它不是一味的就推高股价，而是通过震荡来洗掉那些不坚定的筹码。可能大家听过，这就是咱们所说的震仓。这时候可能又有朋友会说了，从9月24日开始的牛市，这连续5天大阳线，巨量拉升，这怎么跟你说的这个震仓、小规模建仓、分批建仓不一样？从9月24日开始的牛市，连续5天大阳线，巨量拉升，市场情绪很高，现在给人的感觉就是机构在大举进场，好像完全没有震仓的迹象。但是这恰恰就是牛市中的一部分的策略，市场上表面看是大阳线，未必就一定是顺风顺水的。咱们首先看连续的拉升，它并不代表这个牛市没有风险。很多时候市场情绪被连续上涨的走势推向极致，大家都觉得牛市已经启动了，
股票只会涨不会跌，这种思维陷阱让很多朋友满仓，甚至说是融资加杠杆追进，后来往往是这种连续的上涨之后，它会有一个回调，甚至很大的一个震荡。这种情况在牛市中很常见，尤其是在情绪过热的时候，大家一致看好，这往往就成为大机构高位调整仓位的最好的时候。这之前节前连续5天的大阳线确实让市场情绪高涨，但是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种拉升往往也是机构在引导市场情绪，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场。你比如说国庆7天假，它就是让你开户，让你去筹集资金去了。对于咱普通的散户来说，看到连续的拉升，往往会产生我必须赶紧买，不然就错过行情了，这心里很焦急，这种情绪。这其实也是机构拉升的一部分策略。他们在推高股价的过程中，他也观察散户的反应。当市场的散户筹码逐渐集中的时候，正是机构获利了结，准备调整仓位的时候，这也就是板块轮动了。咱们这样来说呢，牛市中的震仓和大阳线它并不矛盾。牛市的拉升阶段不一定是线性上涨的，通常在大幅的拉升之后，市场就会出现调整或者是盘整。这是因为机构也需要时间去测试市场的承受力，确认市场的情绪和资金能不能支撑起更大的涨幅来。机构往往会反复震仓，把那些短期的投机的筹码和不坚定的散户清洗出去。所以即使短期内连续拉升，后面也有可能迎来大幅度的回调和震荡，这也是机构常用的一个操盘手法。来举个例子，2015年的时候，很多朋友还记得之前的涨幅，之前是市场涨势非常好，指数一天涨几个点，许多股票连续拉涨停，但是在那个高涨的情绪之下，市场就开始出现剧烈的震荡了，最终迎来了非常大的一个调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牛市震仓和拉升的交替的一个运作，通过大幅的拉升吸引资金，再通过震荡洗盘清理不坚定的持仓者，最终才能走出更高的一个行情。所以连续几天的大阳线拉升并不会代表说接下来不会有调整，相反的，牛市中往往会在大涨之后进行震仓，这个时候很多持仓不坚定的人可能会在回调的时候出局。这个时候如果你选择满仓持股，就会面临较大的回撤，心理的压力就会变大。如果你承受不了这个回调带来的亏损，你最终可能会在低点被洗出去。因此回到咱们刚才说的仓位管理的问题上，即使是在牛市的初期，也不建议大家就是满仓或者是一味的持股不动。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灵活的一个仓位，逐步的加仓和减仓，底仓不变，但是浮动的仓位可以加减。可能有的朋友又会问了，万一就是说不回调一直涨，那我不就错过这个大牛市了吗？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困惑，尤其是在这个牛市初期，大家都怕错过行情，特别是担心减仓或者不满仓的情况下，市场继续涨就错过了巨大的盈利机会。这种害怕错过这个心理在牛市中非常普遍，但是我们要做的就是从理性和长远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局面，避免盲目追高导致风险的过大。我详细说一下为什么不必因为怕错过上涨就放弃稳健的这个仓位管理方法。牛市的本质是波动中上涨，不是一帆风顺的直线拉升。牛市虽然整体趋势是向上的，但并不意味着股市会一直上涨而不调整。相反的，牛市中经常会出现这个短期的调整和震荡，这是市场的正常的表现。即使你在这个某些时候仓位很轻，错过了上涨，但是要是你能保证资金的灵活性，后续调整的时候你还有加仓的机会，还可以把这个仓位补回来。牛市中波动就是机会，而不是陷阱。市场短期上涨之后，你没必要满仓，也并不意味着你就错失了整个牛市。只要你手中有弹药，就可以在市场中加仓，
就可以在市场回调的时候临时加仓，依然能够抓住后续的上涨行情。因为牛市不会在1天、2天或者1周、2周之内结束，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错过了一部分涨幅，不代表就错过了全部，而且你全仓或者满仓的操作风险更高。假如说市场真不调整，持续上涨，表面上看你的确是满仓赚的很多，但是股市中风险越高，的确是收益越高。满仓的操作的确是让你在上涨的时候获得更多的利润，同样的，你在回调的时候或者市场波动的时候承担的风险就更大。举个例子，假如你满仓进入市场，市场突然回调10%到20%，即使是在牛市中，这个回调也很常见吧？你账面亏损立即就变得很大了，这样就不仅对你的资金带来冲击，对你的心理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很多人在这个情况下就承受不住亏损，低位卖出了，最终错失了后续的反弹。因为你是亏损离场的，所以你就不太喜欢再入场了，因为心理上比较难受。你可能说我能承受住不卖，跌30%我也不卖，我心理素质就是好。确实，有的朋友会说我心理素质好，跌了我也不卖，只要牛市继续，早晚会涨回来，我也不怕回调。这个想法在牛市中很常见。很多人认为牛市上涨，只要兀术不动，总会有翻倍的机会。但这里的问题在于，你能承受住短期的亏损，但是你的资金和机会成本，你也能承受住吗？让我具体说一下。假如市场出现了30%的回调，你虽然决定继续持有，但是在这个时间里，你的资金被套在这只股票上了，没法用于其他可能表现更好的股票。牛市中都是板块轮动的，也就是说不同板块和个股的表现它时间不一样，有些股票在某个阶段可能表现很强，而在另一个时候呢，它表现就很平常，就甚至表现很滞后。如果你满仓持有一只股票，而且这只股票短期内表现不好，你就错失了参与其他强势股的机会。所以牛市中资金的灵活调度非常重要。你的股票在短期内表现的不如其他板块的个股，你就能及时调整仓位，转向其他更强势的股票，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收益。而如果你死捂一只股票，即使后续反弹了，你可能已经错过了其他更强劲的涨幅。再一个就是杠杆和融资，就是风险很大。你之前如果你这个跌30%不卖是有杠杆的或者有融资的，那问题就更不只是心理压力了。融资或者杠杆炒股或者是借款的时候，利息会持续产生，尤其是在市场震荡或者回调的时候，利息的成本会侵蚀你的盈利空间。而且一旦市场回调幅度超过一定程度，融资账户可能面临追加保证金，或者你借款的话，你的朋友可能会催你，就即使你不想卖出，最终也可能被平仓，损失惨重。即使你没有杠杆，面对30%回调，你的本金也会大幅缩水。如果市场回调的时间很长的话，短期内没法反弹，你资金利用率大大降低了。牛市虽然是长期的上涨趋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无限期的等待回本。资金效率在牛市中尤为重要，而且心理压力不仅来自于回调，还来自于不确定性。虽然你可能认为自己心理素质好，能承受住30%的回调不卖，但是股市的不确定性往往给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即使你在牛市中长期看好趋势，但是在市场出现大幅回调的时候，甚至陷入长时间的横盘或者震荡的时候，你还能坚持持有吗？很多人在市场回调的时候就开始动摇了，特别是手中的股票不涨，而其他人的股票不断创出新高的时候，心理压力就特别大。这时候你就开始怀疑自己选的股票是不是出问题了，市场是不是见顶了。这种心理上的煎熬比前面账面上的亏损更难承受。再一个就是牛市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上涨的，牛市的确是一个长期向上的大趋势，但是它不是一条直线拉升的过程。市场的波动和回调它不可避免，牛市中的高点和低点往往出现反复震荡，尤其是在牛市中后期，市场情绪往往过热，很多个股会出现虚高的情况，资金大量涌入，导致股价快速拉升，但这时候风险也在增加。很多投资者在牛市后期
往往产生市场不会跌的错觉。可能你现在感受不到，等这个牛市运行一段阶段之后，你就会陷入这种错觉。这个时候市场一旦反转，这种下跌的幅度和速度可能超出预期，即使你心理素质再好，也要面对市场回调的实际风险。咱们与其满仓搏一把，不如通过合理的仓位管理，在上涨的过程中逐步加仓，确保在回调的时候有足够的资金应对市场的波动。这样不仅可以抓住牛市的上涨机会，还能有效的降低波动中的风险。牛市它不是一场短跑，而是一场马拉松。牛市持续的时间通常是比较长的，这也不是决定的。即使市场短期内出现快速上涨，后续往往也会有回调和震荡的过程。我们要做的不是追求短期内的最高收益，而是在牛市的整个过程中逐步增加收益。如果你因为怕错过而满仓，或者是加杠杆，一旦市场稍微有点波动，心理压力就会非常大。这种操作的方式看起来可能赚得快，但也容易让你在牛市没结束之前就被淘汰出局了。合理的仓位管理和灵活的资金调度是保证你在整个牛市中都保持稳定收益的关键。还有就是避免贪心这个陷阱。牛市中一个典型的心理陷阱就是贪心。很多人在看到股市快速上涨的时候，就开始想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市场，甚至借钱加杠杆融资，想着翻倍赚更多。但是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这些，市场的不确定性时刻存在，尤其是在牛市中，短期波动和震荡的风险特别大。贪心追求最大收益，往往会容易陷入困境。大机构呢，它操作时间长，容错的空间也更大，他们有时间应对市场的波动，可以分阶段调整仓位，甚至在下跌的时候继续补仓。而作为普通的散户，资金和耐心能不能像大机构那样承受这些回调呢？即便是你能捂住股票，能捂住自己的心态吗？其次，咱们不能准确的判断回调的深度和时间。即使在牛市初期，市场情绪非常乐观，但这不意味着没有意外情况发生。比如全球市场的突发性风险、政策的变化、行业的利空等信息，都会引起市场的大幅波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市场并没有按照你预期的上涨，反而在不断的震荡，甚至还是下跌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还是选择无股不动，可能就会产生巨大的损失。牛市的结束呢，它的时机也不好判断。很多的朋友觉得自己可以捂到牛市的顶点，或者是次顶点，等到市场快结束的时候一把抛出去。这听起来很好，但问题是没有人能准确判断牛市的结束时间、高潮时间，甚至次高潮时间。历史上很多牛市的结束都是在市场情绪最乐观的时候突然转向，出现剧烈下跌。往往在牛市的尾声阶段呢，市场还会经历最后一次疯狂的拉升，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场，最后突然出现大幅的回调。我们回过头去看2015年 A 股，在牛市最后阶段，市场走势依然非常强劲，很多人坚信牛市还没有结束，结果股指短期内暴跌，很多人想跑都跑不掉。特别是有些散户，他不会操作，到牛市顶点的时候，盈利可能还不到10%，股指的一个剧烈波动，很容易就吃掉他所有的盈利。所以当你认为自己可以等到牛市顶点的时候，市场往往已经转向了。牛市固然是赚钱的好机会，但是市场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仓位管理和风险控制永远是我们最重要的策略。单只股票的风险非常集中，锁仓一只股票意味着你全部的资金都压在了一个篮子里，而这只股票的表现可能会受到各种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即使牛市整体上涨，但某些个股可能因为行业、公司内部问题、政策变化等表现不如预期，甚至是逆势下跌，这都有可能。单只股票的风险集中度太高，一旦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你整个的投资计划。比如你锁仓一只很看好的科技股，牛市初期表现非常好，但是后期呢，因为行业调整或者政策变化，这只股票呢表现可能远远落后于市场平均水平，甚至出现大幅下跌。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在股市中，个股的波动往往比大盘更剧烈，过度集中的持仓会让你的收益和风险
不成比例。牛市中分阶段操作更有利于收益最大化。与其把所有的资金都锁在一只股票上，不如采取分批进出、灵活调整仓位的策略。牛市并不是一条直线上涨的，通常会经历多个阶段。初期是个股和指数的快速拉升，中期是市场情绪的升温，最后可能是进入过热阶段，并最终调整出局。如果你只锁仓不动，虽然能享受一部分的上涨，但是也有可能错过在市场波动中调整仓位、锁定利润的机会。相反的，如果你采取灵活的仓位管理策略，在牛市不同的阶段逐步加仓或者减仓，你可以在上涨的时候锁定利润，回调的时候低位加仓，从而最大化牛市中的收益。还是刚才说的，牛市结束的时机很难把握。历史上很多牛市在临近尾声的时候，市场情绪依然很高，大家觉得还能继续涨，但是往往大家最乐观的时候，市场就突然出现了急剧的回调。等你意识到牛市可能已经结束了，但是那时候股价已经大幅的下跌了，你的亏损也已经非常大了。股市的高点和低点往往都是在大家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现的。你可能想等到牛市结束一把卖掉，实际上没有人能准确的判断牛市的结束时刻。等你觉察到危险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而且长时间的捂股不动，利息成本会不断增加。如果你是用融资或者杠杆，长期的持股利息也会逐渐增加。牛市初期的涨幅可以轻松的覆盖利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市场震荡或者盘整的时候，利息成本会逐步侵蚀你的利润。持股时间越长，利息负担越重，这也是为什么融资杠杆不适合长期锁仓操作的原因之一。捂股不动，等牛市结束时一把卖掉的策略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比想象中更多。市场波动带来的心理压力，单只股票的集中风险，牛市阶段性的波动的把握，还有利息成本的累积，都会影响你的最终收益。更合理的策略是在牛市中保持灵活的仓位管理，通过分批进出、动态调整仓位，尽量锁定阶段性的利润，同时避免过度集中风险。牛市虽然是赚钱的好机会，但稳健的仓位管理和合理的风控才是确保你最终获利的最重要的保障。我们要理解牛市的特性，牛市往往伴随着市场整体性的上涨，几乎所有板块和个股都在上涨。这种上涨往往让很多人感到兴奋，觉得买什么都能挣钱，这个时候很容易就忽略风险了，导致仓位过重、钱融资。一旦市场出现回调，特别是突然的大幅下跌，很多人就会因为满仓陷入恐慌了，甚至会割肉。所以在牛市中，仓位管理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一次性满仓。无论市场看起来多么强势，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现金流动，这样不仅能让你在市场波动的时候保持心态的平衡，还能让你在市场出现回调的时候有机会低位加仓。牛市中经常有回调，回调不一定意味着牛市的结束，而是提供了更好的进场的机会。咱们讲讲逐步加仓、分批建仓的这方法。牛市的初期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市场趋势的判断不确定，所以会错过一些入场的机会。比如说节前的这5天大涨，可能很多朋友来不及入场，因为他判断不了到底是机会还是陷阱，还不能对国家发布的政策进行深度的解读。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分批建仓，逐步加仓，不是着急把所有的资金一次性的投入，而是可以小部分的资金试水，随着市场的确认和上涨趋势的稳固，再逐步的加仓。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说你即使初期判断不准，后续还有资金可以用，而不是被市场的短期波动所拖累。举个例子，假如你有10万元的投资资金，牛市的初期你可以先用2万元建仓，看看市场的反应，如果趋势继续向好，再加仓3万，这样你的风险是可控的。而如果市场出现调整，你还有5万块钱可以利用，等到更好的机会再加仓。这就是分批建仓的策略，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一次性满仓带来的风险。还有就是仓位的灵活性的调整。咱们在牛市中，
随着市场的上涨，不同板块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板块轮动，早期的领涨板块可能在后期就回调了，而早期一些滞涨的板块到后来也开始补涨了。所以我们在牛市中的仓位管理，不仅是要关注整体仓位的大小，还是要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灵活的调整。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牛市初期你重仓了是科技板块了，而科技板块上涨了一段时间之后是回调，这个时候你就减仓，再关注一些可能开始启动的一些板块，比如说消费、医药、煤炭。通过这样的轮动的调整，你就可以在牛市中保持仓位的活跃性，不断跟随市场的热点，从而提高整体的收益性。当然，调整仓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频繁操作。牛市中最大敌人就是频繁操作，过于频繁的调仓呢，不仅容易错过大行情，还可能因为短期的波动犯下错误。因此，调整仓位要基于对市场的深度的观察和分析，而不是盲目的跟风。再就是要设置好止损止盈。牛市的时候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过度贪婪，看着股价一路上涨，想着还能涨，忽略了市场波动性。虽然牛市整体是上涨的，但是也会出现震荡和调整，因此要设定好止盈位。关于止盈点，就可以根据你的投资目标和风险偏好来设置。比如说，当某只股票达到涨幅20%的、30%的时候，你可以减仓一部分，锁定一部分利润。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即便后期股价有所回调，你也有了部分收益了，不至于在调整中过于被动。很多人可能觉得止盈是不是错过更大的涨幅了？其实在牛市中，适当的止盈并不意味着你完全退出市场，而是让你更有灵活的资金来对这个市场的变化。你可以在止盈后等市场回调的时候再次寻找合适的机会再进场，这样可以让你的资金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再就是刚才多次提到的，仓位不能过于集中，不能集中在一只或者两只股票上。牛市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追热点，看到哪个板块涨得好，就把大量资金投到这个板块的一只或者两只股票上，虽然短时间内可能带来不错的收益，但是如果市场出现风格切换、板块轮动，这种集中的持仓就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分散投资在牛市中非常重要，不能把所有的资金都压在一个板块或者少数的几只股票上。比如，你可以考虑在科技、消费、金融、医药多个板块中分配资金，这样即使某个板块出现了调整，你整体仓位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而且分散投资还能帮助你捕捉到更多的市场机会。哪个板块涨得好，你有持仓就可以一目了然。特别是牛市的后期，往往会有一些滞涨的板块开始启动，这时候分散的仓位能让你更从容地参与到这些机会中。再就是心态管理。牛市中市场的波动性是很高的，很多人看到股价大涨容易变得贪婪，看到大跌呢又会变得恐慌。因此呢，保持冷静的心态，理性对待市场波动是牛市中最重要的投资原则之一。咱们之前也说过，投资最怕的就是情绪化操作。牛市中不要因为股价上涨失去理智，盲目追高，也不能因为市场短期的调整就恐慌出局。合理的仓位调整可以帮助你保持良好的心态，让你在市场波动中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好，今天啰嗦这么多，讲的也比较乱，希望大家能从视频中学到一些东西。记住，牛市中虽然机会很多，风险也不小，只有做好仓位管理，才能在牛市中稳步前进，实现真正的长期的财富增长。感谢今天大家的观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的帮助，或者有一点启发的，别忘了点赞、分享、关注我的频道。咱们下期再见。